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愈师月月。在这里呢，我会陪大家一起探讨这整个宇宙的宇宙观，还有这个地球的游戏规则。怎样当我们成为一个人类，升级我们的意识，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球成为一个超厉害的 NPC 跟玩家。祝各位玩家们，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的主题是失眠。这个主题呢，是我们家剪辑师心心念念、期期待待已久的一个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大失眠。他长期早睡，你还说一下你的早睡是多早睡？大概就是6、7点吧。他给我早上6、7点才睡觉反正就是我们都大概知道他下午才会进工作室。然后我想说今天已经3点多了，为什么想想还没有来工作室？然后桑迪才突然说想想说他3点半到哦。然后我心里就想说完蛋，这个人一定昨天很晚睡。是很早睡。真的好早6、7点睡。那你来跟大家讲你现在失眠困扰是什么？我是会容易这样一直翻来翻去睡不着啦，就是你灯都关了，全关了，然后我就可以这样躺着了，然后左右晃啊晃啊晃，然后就看到太阳了。然后你这样长期多久了？好久了，应该快要20年了。哇哇哇！你没有真正好好的睡着过吗？有中间都会有一小段的时间会是好睡的，可是这个比例就是可能2比8吧。你可能有2个月睡得好，然后10个月都睡不好。真的对啊。你的睡不着的程度是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清醒到看到太阳，还是有点迷迷糊糊？有时候是迷迷糊糊，有时候是你可以知道你的意识很清楚，就你没有深层睡眠，就你可能有在休息，但你没有深层睡眠。对，然后有人说睡我旁边的话，我会听到我的打呼声，可是我可以听得到他的声音。就有点像你的灵魂很清醒的状态。对啊。OK， 那我觉得这个感觉又不太一样。可是你会累吗？会啊，跟起来就觉得累，因为你的意识就是知道你没有睡觉。好，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为什么人类会需要睡觉。我觉得与其问说为什么会失眠，不如我觉得让大家去了解人睡觉的这个机制是什么。你看狗狗、猫猫，它们其实是可以睡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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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人类为什么又要睡觉？也有人其实是像我们回到灵魂的本源头，我们的灵魂是不需要透过休眠这件事情来确认跟修复的。真的不需要啊，不需要。所以你需要的是身体上的休息。没错，所以我们来拆解那个身体上的休息又在运作什么样子的东西。OK， 我首先说一件事情哈，你看失眠的时候，我们人的大脑是不是你就没有办法有主控权去思考？对不对？那为什么人类需要透过剥夺你的主控思考的权利来让你安静下来？因为你想太多。没错没错。你知道吗？这阵子我非常多的个案很常跟我讲说很昏昏欲睡啊，然后很想要睡觉啊，然后或者是而且他们有点谴责自己说为什么要睡那么多觉的那种程度，因为太昏睡了。这么好。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大脑真的需要透过强制让你关机来让你停止思考你在想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逻辑脑关闭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让这个身体在休息。因为你的前额叶只要一直在运作的时候，你是在燃烧你的能量的。然后当你在燃烧你的能量，你的全身上下有很多东西需要修复，你的灵魂要修复，你的身体要修复，你的心智也要修复的时候，它会变成没有办法专注在那一些你用逻辑去控制我要清醒的脑袋，但你的身体很累啊，那种让你想睡觉的情况，就是为了要让你去转移你的能量放置，然后开始修复你那一些你其实没有想到你需要修复的心理状态跟身体情况。所以这是为什么人会需要休息，因为睡眠的本质它是灵魂例行性的维护。你就可以想象你的这个肉身，它原本是从一个很高维度的能量体下来，对不对？然后最后显化成这个物质的东西，这个肉，这骨头，这个脂肪，对，没错，这个整体它在这个维度为了要去适应它的频率，它的确你要照顾这个躯壳，
在这个三维世界。没错，这个三维世界是需要进场维修的，但是你的灵魂的那个本质是不需要维修的，所以呢，就算你的肉身在休息，其实你的灵魂也没有在休息，你就乱跑嘛。做梦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在做梦的时候。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聊聊到底做梦是在做什么。所以呢，睡眠它的本质基本上就是你的身体的登出系统，你需要暂时的去抽离这个肉身，然后灵魂回到你的本源，跟你的以太体去做修复。OK， 所以呢，每天晚上你的意识会暂时离开三维的肉体，回到你的本源，就是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你的原始伺服器的地方，然后你的身体需要回伺服器充电，你需要回伺服器重新去找回你最纯粹的能量状态，它是需要这样子的东西的，所以三维的你需要透过静止的状态休息，灵魂的你需要透过回到总部，然后去源头，对，回到源头去休息。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睡觉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以太修复嘛，你的以太双体，我们来聊聊一些比较有趣的那个名词了。好，你的以太双体啊，好，我先讲以太体在哪里。以太体是你的肉身。你的灵魂要进入到这个三维世界的肉身的中间有一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翻译蒟蒻，你们知道吗？就是哆啦 A 梦的翻译蒟蒻。现在这世代小孩有在看哆啦 A 梦吗？应该有吧，现在还有嘛，对不对？2026年的小朋友还在看哆啦 A 梦吧？好，翻译蒟蒻是什么？就是你吃了这个东西，它就可以，你明明在讲你原本的话，可是你听到的会是我听得懂的语言，对不对？你的灵魂就是这样，它需要透过这个以太体去让你的肉身更符合三维的可以接受的能量状态跟物质形态。过了这个薄膜这一层之后呢，别人看到的你的投射就会是他能接受的样子。好像是不是？是不是把这个弄得太复杂了？是不是？对啊。我想一下，我有没有更好的？没有办法具象化。我想一下，我有没有更好的说法啊？因为以太层它其实就是物质世界跟灵性之间的缓冲层啦。以太层你可以去把它想象成一个3D 列印的模组。OK， 好，你要列出一个实体。就是你要列印出一个你的肉体出来之前，你是不是需要在你的电脑里面开始去架构那些模组，然后有一些 3D 的数据，然后如果这个数据档坏了，你印出来的零件是不是也就会跟着损坏，对不对？OK， 所以以太层呢，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设计图，它就是 3D 列印的设计图，就是我的灵魂长这个样子，那它这个肉身要如何出现在地球之前，我会先在这个以太层设计它，在这个以太层，你可以捏成这个样子，捏成这个样子，捏成这个样子，是像程式，然后我把你列印出来的时候，对，像程式码一样，我把你列印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是我当初设计的样子。所以为什么我们睡觉的时候要回以太层，就是要把你重捏，就是你哪里坏了，我要重新把你捏。对，没错没错。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你的灵魂需要去以太层重新校准你的状态，重新校准你的灵魂蓝图，你的 DNA 形态，你的结构，这个模组在这个实相的时候，它才会是一个我的灵魂安排上面走的样子。所以睡觉就很重要，因为睡觉就是让你的灵魂好好脱离三维世界的形态，回去以太层重新整理。所以睡觉对于所有的人类来讲是极度重要的事情。所以没睡的话，你的身体就没办法重整。没错，你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身体有机会被修复。所以呢，我们在睡眠它最主要的灵魂作用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突然觉得很重要呢？对。所以如果没有睡觉的话呢，你这一个人的肉身就会相当的危险。所以为什么我很常讲说，其实把自己身体照顾好，你的身体一定会引导你需要什么。那我们最基本需要的就是吃饭、喝水跟睡觉。那我有个问题，好，你说，就像想想他睡不着，那是不是他的身体还不需要睡觉呢？不是的，不是的。想想他呢，我先把前面那个逻辑讲完，我觉得应该他就会回答到你的问题了。所以我举个例子很有趣哦。你想想看，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截肢的人会有幻肢的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他明明已经没有了这个部位，可是他还是感觉得到这个部位的形态。你们有没有就看过这样子的影片？你没看过吗？
好，那个影片是这个样子的，他已经没有手了，可是呢，他就放一个假的手，对，然后可是义肢本身它就是一个没有连接你神经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正常来讲，你是完全不会感觉得到，他如果磕了碰了。你其实本身是不会有感觉的，可是他们的确就有一个幻觉，是你的手尽管那是假的，它磕了碰了，你的大脑的神经反应也会告诉你说那个是我在痛，所以你也会真的有痛感的情绪跟反应出现。就算没有义肢，幻肢的意思就是什么？他已经没有了这一个部位了，可是他还是觉得这个部位好痛。为什么呢？因为在以太层的他是有这个意识形态，他知道他是有这样子的东西的，所以就算肉体消失了，他的脑袋跟以太蓝图还是会提醒他说，你其实在那一个维度你是完整的。然后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我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所以我对他还是有连结有感受，然后有疼痛有反应。所以就是我们人在超越这个肉体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运作模式。OK， 所以我们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呢，我们就来聊想想。那想想他的情况是，你看哦，身边的人都觉得你熟睡了，可是你的意识其实还是相当的清醒。对，那就可以来聊聊清醒梦这件事情。好 OK， 你的灵魂有点像是你的意识其实已经出去了你的星光体，但是你的意识还在肉体的边缘流动。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又出去了，然后又留在体内。好，我们来聊聊失眠的机制。前面想那个先等一下，先啪，全部都先搁置在旁边。我们先聊聊失眠是什么。就既然我们人体是需要睡觉的，可是为什么我们又会失眠呢？对呀。好，所以我们来聊聊为何人类会失眠。因为在白天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是不是会被你的五感给拉走？比如说我看见了什么，我感受到了什么，然后我体验到了什么，所以你的感官其实是很活跃分散跟很忙碌的。在这个忙碌的过程当中，我们人其实会有一个启动机制，是忙碌会让你忘记你应该要去面对最真实的情绪跟内在的议题，所以这些感官体验会剥夺你应该要看见内心的东西。好，所以失眠机制来了。失眠就是让你在一个极度静态的状态，甚至是整个屋子都是黑的状态，让你特别清醒。这样子的机制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去面对你那一些白天其实没有好好处理完的东西，你的意识没有对齐的东西。因为在你极致的黑暗跟你极致的安静的时候，我们人一天24小时其实也是有所谓在不同的时段集体意识运作的模式不同。举例来讲，在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是在这整个跟你同一个时区的人集体意识最安静最静谧的时候，所以在这个集体意识之下，也会逼你的灵魂归位，去感受自己内心那一些最安静的时候声音最大的东西。所以什么意思呢？在最安静的时候，是什么思绪最常出现？你自己觉得是什么在很安静很安静很安静的时候，就想自己到底活着的意义。对呀，自己到底做这个的意义是什么？你就会一直有很多的思考感受跟情绪浮现，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会让你失眠的原因。这些声音需要被你听见跟看见，所以很多时候去听见了这些声音，反而才是真正让你把你失眠治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我没找到答案。好，所以我等一下就会教大家怎么找答案，怎么样去把你的主权拿回来。因为很多时候这样子的混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你的掌控权，对，你没有把你的掌控权拿回来，所以你才会让你的状态有点分裂。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你的灵魂需要回以太层充电，可是你人类的意志力又极度的执着，然后这个执着会让他很疲惫，那这个时候你的以太双体就会受损。你的以太双体受损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以太双体是什么？它就像是那个充电槽一样，它就像是一个轨道要去对接，电池要去对接充电槽，然后你的电池一直对不准你的充电槽，它就会找不到我可以去哪充电，它就会
忘记原来我的身体是需要回去充电的，然后就会乱充电，然后整个状态就会有点扭曲跟混乱，所以导致为什么你有长期20年睡不着，就是因为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充电槽在哪里了。所以长期失眠的人的确要学会慢慢把你的主权意识拿回来，跟他说充电槽在这，它就在这，我不会动它，请你对准它插进去。可是你看哦，你要有这样子的魄力跟你的灵魂讲话，它是需要练习的。因为过去我就是放着我的身体就是混乱，所以放着混乱就会让他没有办法忘记，那个肌肉记忆是会失忆的。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OK， 所以能够理解失眠的机制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失眠它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强行拔掉你的插头，然后让你的肉体也不运作了，可是它要你往内看。这个是灵魂在保护你很重要的机制，因为这一台肉身的这个载体已经歪了请你安静下来，看着我，就看着我。你自己觉得每当你有感受到他其实一直在呼唤你要去看见他的时候，你回到20年前你是如何逃跑的？就是我不看就照着人家说的做啊。怎么样做？就是叫我干嘛我就干嘛这样。所以所谓的主权宣示就是这样，就是当你不知道自己的充电座在哪里的时候，你就真的会 follow 别人，然后去乱插别人的充电座这里有充电座插一下看看，插了好像有点吻合，然后好像有点充了一点点电，然后就发现没有，电压不同爆掉，然后你就说那我再去找下一个但是就是没找自己的。所以要怎么找回自己的呢？这个就跟我们的玩家意志有关系了。我们身为一个地球玩家的意志力也是挺强的，我们的意志力要放对地方。那要怎么放对地方呢？我们人的生存本能其实的确就是避苦趋乐嘛。对啊，就是哪里有痛苦我就赶快闪，我就赶快闪。可是你的乐的定义是什么又不知道。所以逃避痛苦好像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快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重新去提醒回自己说，我不是要逃离我的角色设定的，而是我要创造这个角色他可以如何玩得开心。什么叫做苦？苦是我玩得不开心嘛，对吧？很多人就觉得那我就继续在这个游戏里面，可是我找这个游戏的乐子。但其实最方便跟最有效的方式是你直接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这其实才是真正当你能够回想起来说，对，我就是可以创造这个游戏，我明明才是这个游戏的主角，为什么我明明是一个主角，然后我硬要去玩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你不觉得很莫名其妙吗？就像是一个电视剧一样，你看韩剧的男主角，他明明在这个剧情设定就是男主角，然后结果他剧情只有10分钟，因为他都逃走了。他说不要看我还要跟女主角干嘛不要，然后他就躲起来了，然后导致整部剧都看不到男主角，然后他才默默说不好意思，其实我是男主角啦。然后他说我以为主角是这个配角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这部剧荒谬到一个不行。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要自信跟有觉知的知道我就是主角。那主角光环的定义是什么？你看在一部韩剧里面，什么叫做主角光环？怎么样都不会死。对永远死不了你就觉得说这个主角人家摔个车就进医院，他摔个车只是擦伤就是因为他还有接下来的任务要进行，所以不能让他太早躺着啊，对不对？这就是主角光环。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剧本里面当那个开外挂的主角，真的。所以这个主权意识要怎么拿回来呢？你看我们能改变天气吗？不行，对不对？你会今天下雨天的时候，你会看着雨说，天哪，你为什么要下雨呀？你可以不要下雨吗？你觉得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浪费时间还是在解决问题？浪费时间对不对？那怎么解决问题？穿雨衣拿雨伞跟穿雨衣，对不对？这个就跟我们的游戏设定一样，我们在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总不可能去怪说环境怎么样，环境如何，怪说为什么今天我要穿绿色的衣服，或者是为什么我要读大学，为什么我要干嘛？有些时候游戏规则就是在那里，对吧？OK， 好，你所选择的游戏设定的环境就在那里。所以呢，你要做的事情是，如果你不喜欢读大学，
那你要做的解决问题是什么？休学。还要这是一个解决问题方式，还有吗？还有什么？去工作，类似这样子嘛。因为你不读大学，一定有个内在动机；你不喜欢下雨天，一定有个内在动机，对吧？你不喜欢下雨天，可能是因为你觉得它必须得要让你的身体湿湿的，等等的。那解决办法就是，那你穿雨鞋啊。或解决办法是，当你觉得湿湿的时候，你换一件新的衣服到你的目的地的时候再换装啊，那是不是就解决你的问题了？所以凡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当你发现你现在你臣服于这个地球的设定的时候，而不是想要尝试改变那一些外在的东西的时候，这个就是第一个会让你焦虑少很多很多很多的心态校准。因为就像我会想说，为什么人就是一定要工作这件事情，很好，就是为了钱，很好，很好。其他的嘞，还有很多啊，就比如说，你看啊，我为什么要工作？那你也想想我，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工作？你觉得我在做什么工作？疗愈。OK， 那为什么我要做疗愈的这份工作，帮助别人？所以我的目的就不是赚钱了，对吧？赚钱它是一个你做这件事情自然而然会有的附加条件，可是有些人的确是为了赚钱为目的，那可能我是为了疗愈为目的，所以当你的目的不同，就等于是任务不同，对，所以你的问题就不再是为什么要工作了，而是工作背后的价值是什么，对吧？因为每个人为什么要工作的答案真的都不同啊。那当你想到好，那为什么人为什么要工作？这件事情足以让你失眠是吗？那后来呢？为了什么？那你换了一个这样子的思维跟看一件事情的视角，其实好像答案就有了。所以就会想说，这是我想要的吗？很好啊，那是吗？你答案 yes or no？ 就是不知道。那不知道怎么办嘞？就做啊，就继续想，做啊，对吧？你看，一个做一个想。其实，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点是，这就提到了，当你要拿回你的主权意识的时候，其实这个主权意识的肌肉记忆也是需要被训练的。好像刚刚立成讲，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答案，那就去做，然后那就去想。对吧？好，然后就会越想越害怕，你的肌肉记忆就会越想越胆小。这是真的哦。所以要怎么练习这件事情，它真的可以改善你的失眠。比如说，你跟自己讲，我3分钟后就要去洗澡，你给自己锚定一个任务，我3分钟后就要去洗澡，那你的身体真的要3分钟之后就去洗澡，这是需要练习的。比如说，你跟自己讲说，我7点要起床，那你就一定要7点起床，不能赖床。一开始一定是痛苦的，因为你在做一件你不熟悉的事情。可是肌肉记忆就是这样子被养成起来的。所以如果你问我说，月月我要怎么样好好的治我的失眠，我会说你的电池需要一个符合它的插槽，请你练习去插对位置。那怎么练习？你先创造一个充电座，再创造一个电池练习。所以我举的刚刚那个例子，比如说你要先跟自己宣告说我12点就要放下手机。好，你先跟自己说一个宣告。所以你的意识启动了，你的任务浮现了，然后你要去执行跟完成这个任务，你12点就真的准时的放下手机，立刻放下。然后你的大脑，你的玩家的主角本能，他就会意识到说这个指令是有具法律效力的这个指令会被发生的。所以当你建立这个信任感，你在你的睡前宣告，我现在就要登出这个系统，请让我的灵魂回到以太层休息，回到我的本源对齐，你的能量才会真正听你的说话。很多时候就说啊，我也想睡觉，我也宣告啊，你之前都是骗你的大脑，然后他也没那么好骗好吗？他想说啊，你又在骗人了所以你的灵魂不会听你的话啊。真的耶，懂。所以呢，时常去做这样子的宣告加上行动的练习，其实会让你的身心灵真正对齐，所以你在该休息的时候就会休息，你该要清醒的时候就会清醒，所以是要跟身体合作的。那是说到做到的意思是吗？没错，真的要说到做到。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身体上的疾病，因为其实我们的以太体跟星光体长期没有修复跟疗愈跟整合的时候，所有的大病小病都会出现。所以这些大病小病会出现，都是为了要提醒你说，也许我们的很多方方面面都还没有对齐的很好。所以无论是失眠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问题，肠胃啊，然后
各种问题，你其实都有很庞大的力量跟能量去修复自己。如果你发现可是我已经很努力的去尝试要睡觉，我已经很努力的怎么样怎么样，你要做的努力不是解决痛苦本身，而是你要去看见引起这个痛苦的源头是什么。可是通常那个源头都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身心灵没有好好的对齐。那最简单的就是你说到做不到，因为这些说到做不到其实都会让你极度的痛苦跟内耗，这才是我们痛苦内耗的来源嘞。真的，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如何养起了我们的玩家意志，其实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出现各种有的没的小问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很多人除了失眠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清醒梦的问题就是很多人他都会很清醒的发现我在做梦。你们上一次梦清醒梦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可以先解释一下清醒梦是什么。好，清醒梦呢，好，我来看一下哦。我有两个疑问，就是清醒梦到底是我做梦的时候，我做梦的场景我觉得很真实，还是说就是我明明知道自己是睡的，但是我灵魂是很清醒的，知道我在干嘛？这两个都是这两个也都叫清醒梦。对，简单来讲，清醒梦就是你知道你在做梦，就是我知道我在睡觉。你说你在做梦的状态，你梦里面自己知道自己在做梦。对，就是你的意识很清楚。有些人的意识清楚程度是他知道他在做梦。这些都是简单来讲，就是你很清醒的知道你在干嘛，你就是在另外一个时空很清醒的知道你在干嘛。也许你不一定知道自己在做梦，可是你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梦真实到又好像不像是我熟悉的真实感的这种反应跟感觉。当然以科学上来讲，就是我之前有讲过，你的肉体处在于一个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就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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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你的逻辑中心通常是关闭的，你在做梦再荒谬的剧情都觉得很正常。而清醒梦就是你的前额叶是被开启的，所以你是一个有逻辑的存在，你是一个知道这个东西好像有一点什么的存在。所以在清醒梦中，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运作模式跟平常的做梦不同。那它在灵性上的寓意其实不外乎都是围绕在一件事情叫做维度的演练。也就是说，你在梦境的时候，你其实是在一个完全不需要逻辑的维度，你想飞你就飞，你想躺你就躺，你可以一秒切换时空跟场景。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梦里面会有的情况。那也是因为梦里面的我们是进入到另外一个维度去体验我们需要让你这个肉身明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透过这样子的维度演练，去让你练习如何用意识创造实相。那样我身体会累吗？不会，就是也是我的灵魂也是有回去休息到。你的灵魂有回去休息到，可是通常会累的人是因为你对于有些人在清醒梦是有很强烈的执念的，所以有时候会觉得醒来变得更累了，因为你在里面，就像我刚刚讲嘛，你前额叶是没有被关闭的呀，所以你的前额叶皮质没有被关闭的情况之下，你是有逻辑的，然后这个逻辑会让你又太用力。就像我刚刚讲，清醒梦它真正要让我们做的事情是相信你是有创造能力的，在这个维度练习你的信念，然后把它带回你的现实生活当中。所以如果你可以在梦中控制飞行，那你就是在学习脱离三维的集体意识的信念限制，因为你相信你自己啊，你有逻辑耶，可是你相信你自己，凭什么我在梦里不能飞？所以当你能够在很清醒的梦里面还用你的意念去创造的时候，其实你也在练习这个肌肉记忆。那你在现实生活中，你在显化能力就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强。清醒梦的机制的创造，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真的每个人都会魔法，每个人在能量上的运作都是主角。OK， 能理解。OK。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我再补充一个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在清醒梦里面成为一个玩家？首先呢，当你意会到你在做清醒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太兴奋，因为当你过度的情绪波动太大，你的频率就会不稳，频率不稳，你的系统会自动把你提出伺服器。还会说，这个人执念来了。好，不让你清醒了，你就瞬间又倒头又睡觉。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训练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人生当中有体验过清醒梦的话，你不妨可以去体验看看，在清醒当中放松，看看你可以在这个维度里面做多少事情。就很像是那个诺兰那部电影
叫做什么？像诺兰的那部电影《全面启动》，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去想象到底我要怎么做一个维度练习的清醒梦的话，大家去看《全面启动》这部电影。《全面启动》就是在讲梦境，而且他在讲的梦境是真实在灵性层面上面存在的哦。我发现大家真的可以用灵性的角度去看诺兰的电影，你会咀嚼跟理解到完全不同维度跟层次的东西，蛮推荐大家去看的。我之前就跟我身边的姐妹跟我自己讲说，每年都要复习一次诺兰的一系列的电影，所有的电影每年都可以值得好好复习一次。像我之前，因为我过年我不需要回家里，就是我不需要去挨家挨户探亲的拜访什么的，所以我跟我妈都待在家里电影马拉松。我那时候就跟我妈电影马拉松骇客任务，然后我们今年就是电影马拉松诺兰电影。就是你在人生不同阶段，你去理解同一件事情一定都不同嘛。对啊。然后电影它又是一个又能够反映你对一件事情理解层次很重要的存在，所以蛮推荐大家这么做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去做维度练习。那怎么去做维度练习呢？就是你的脑袋逻辑是清醒的，可是不要用逻辑的事情去看事情。比如说你进入到一个清醒梦，然后你还问说为什么墙壁是绿色的，然后或者是为什么这个电脑是圆形的，就是不需要去理解这些东西，因为你在梦里就是创造者，你就是创造，那你想要电脑什么形状的，尝试改变它的形状看看，或者变出一扇门，然后试着在梦里面飞，或者呼唤你的高龄，在那里就是一个很高维度的空间，所以就在那里去练习看看你的聚焦能力咯。OK， 所以在清醒梦里面练习你的意志比分析事情还要来得重要，它是来训练你的，它就是一个大型灵魂演练场。其实呢，我们每一个时辰跟时段是有分不同的灵性色彩的。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宇宙的 buff， 这个 buff 是来帮助我们什么的呢？不同的时段它有分不同的时刻，在3点到6点的时候叫做梵天时刻，它的灵性色彩就是非常纯净跟适合下载讯息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很常讲，就我这几天比较忙，然后又在追剧，所以我这几天很常熬夜，不然我通常就是12点就睡觉的人。然后呢，我就发现身体真的有差我真的要跟大家讲，不要随便乱打断自己的生理时钟，跟不要去对抗这个太阳的日出日落的时间跟月亮的周期，但是以自己时区为主哦。你的时区的3点到6点的时刻是最适合冥想，最适合设定意图，跟最适合读经跟接收高维度讯息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修行人是凌晨4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就是在出家也好，或者是在藏传佛教里面，他们在诵经跟起床的时候跟做功课的时候都是凌晨4点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之为梵天时刻，这个时刻就是灵感最爆棚最活跃的时候。然后呢，早上6点到10点是显化最好的时候，也就是处理你最困难最繁琐最不爽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能量是最稳定的，然后事情会比较容易推动。如果我没有对应着这个灵性色彩去生活的去睡觉跟清醒的时候，你的身心灵品质会变得很不同。这是可以给大家要来调时差了吗？可以稍微调一下，可以试试看啊。蔡依林都9点睡觉啊。对啊，我觉得这可以设为，也许我们不一定要挑战一直要这样，但是我们可以试试1个礼拜用这样子的时间轴去做事情，说不定你的身体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反馈哦。真的。然后中午12点到2点的时候是顶峰期，那这个顶峰期就是最适合转换跟代谢的时候，也就是好好的吃一份好的食物跟做决定的时候。因为太阳的能量就是行动力最强，给你充电的时候，你的意志力最坚定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段做决定跟好好滋养自己的肉身是很有力量的行为。睡午觉呢？睡午觉你就是整个在关闭你的系统，可是反而中午时候是你往前精神最好的时候。然后晚上5点到7点是交界期，就是清理跟回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放松洗澡，好好把自己重整，由外而内的状态会是最舒服的，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能量切换，洗去你一整天在外面残留的能量。晚上9点到12点是修复期，很适合阅读、感恩跟睡觉。就是把今天的所有东西转变为智慧很棒的时刻，
它会让你觉得这些整合是没有压力的。这个跟整个地球运作的周期是有关系的啊。你要再讲到我们的五行，然后对应着我们的肝脾各种休息，这全部都是有关联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周期，你就可以更知道说我如何在相对应整个集体意识能量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好好的修复自己很重要。那很多人可能会在半夜的时候起床，因为凌晨3点到4点其实是魔幻时刻，凌晨3点到4点是很多高我会传讯息给你的时刻，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半夜突然醒来，也是因为有一些讯息要给你。我有一阵子还蛮长3点3-4点就起床，其实这个时候是高我会想要传讯给你的时候。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时候呢，你也不要思考，你也不要做笔记，你就静静的等这个流过去之后，因为有些高我传递给你的讯息不一定是要让你的人懂，可是要让你的灵魂去做一些修复跟编码。我是醒来之后就继续睡，很好啊，你就让那个流过去之后然后就睡觉，就继续睡觉，就是不要逼自己清醒。那3点的时候要睡的时候就会睡不着了。你说你哦，你的高我应该狂敲猛敲吧，你头壳应该要烂了，我觉得。没错，所以那如果半夜都不睡觉跑出去玩嘞，你觉得嘞？你自己体感如何？因为在场应该只有你会这样做吧？是啊，哎，我想想啊，我就会觉得就是有点脑雾。那挺好的，也是挺怎么样都好。我该说什么呢？对呀，如果对啊，你自己就知道答案啦。对啊，耶，对，好像是这样。所以呢，你看哦，真的去练习，更了解这个地球的运行的规律跟模式，然后尝试去跟它合作跟配合。它不是一种装的行为，或者说我硬要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说不配合还是如何。因为我们现代人的确已经被养成了一种非常极度混乱、节奏被打乱的一个状态，所以反而你愿意去臣服于这一个规律跟规则，然后尝试看看。它会让你更不一样的体验，我会这样子讲。懂了，没错。所以呢，慢慢练习去臣服，然后慢慢练习的去跟自己的身体合作。那下次失眠的时候，也要跟你们讲，也许就是有一些讯息跟有一些你需要去面对的东西，那请你把它当做任务，不要把它当做一种压力。就好好的去玩这场任务，然后你这个任务破关了，那太好了，恭喜你，你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所以我很期待想想你尝试做这些练习之后，然后看能不能破除20年的失眠状态。魔咒。对啊，我觉得很赞的，因为很多东西还是要靠你自己。明白了，但还是要靠自己的行动。疗愈有效吗？你觉得我给你疗愈不多了吗？我做了多少疗愈在你身上了呢？但我每一次做完疗愈，是不是都跟你讲说加油哦，剩下的要靠你自己哦。所以呢，不妨大家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滑手机，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做睡前冥想宣告词。好，我把这一段跟大家分享，然后你们可以今天晚上来做这件事情。你在睡前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说我就说月月以这个地球玩家的身份跟我的身心灵宣告，我已经完成今天的体验，而现在呢，我要将我的肉体交还给大地，将我的意识交还给我的高我，然后收回一切散落在外的能量，进入修复的模式。我允许自己臣服于黑暗，在光中重启。那我现在选择登出，然后睡觉。大家做看看这个宣告，然后感觉看看你们那一天的睡眠品质如何，那就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抽不一样的塔罗牌，来给聆听这集 Podcast 的听众祝福跟指引。直接喷出来，还是就你了。太快了。我们刚刚抽到的是宝剑皇后嘛？宝剑皇后呢，它其实这个牌面又很酷哦。这个牌面的宝剑皇后是眼神非常冷静跟透彻，又非常的高高在上的。那皇后她本身就是有一个强大的心智跟辨识力嘛，所以抽到这个卡牌要给听众的讯息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睡不着，而是我们的心中有太多思绪跟情绪了。可是这张牌也要告诉你说，你就是你的皇后，你就是你的主体，
你就是你的主人公，所以你有掌控它，没错，所以你有权利去切断那一些不属于你的念头，练习像女王一样聚焦在冷静的去面对你的焦虑，然后用意志力去跟他讲说，现在不是你要出现的时候，请你退下类似这种你要跟他讲话，你真的要跟他讲话。但这张牌要给我们的也是很清澈的觉知，当你凌晨醒来也好，或者是你睡不着也好，你都要知道你是被满满祝福，你是被高灵们给包围的，你不需要去陷入恐惧跟陷阱，而是你可以用观察者的视角去看待所有的一切。所以即使你失眠，你也可以保有清新的思绪去下载那些宇宙的智慧，而不是被情绪给淹没。对啊，因为都会很紧张对，所以你要像女王一样 You are the queen OK、没错。所以呢随时准备好去直面内心的一切，然后保护你的主权，然后要让你知道你是安全的，也要让你的场域配合你，让你感觉到你是安全的、所以要让你的身边睡觉的睡眠品质养起来，环境也很重要。OK， 所以呢，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啊，没有哈，没有哈。OK， 所以祝福每一个听众在黑暗的深夜里面都可以有一个穿透迷雾的眼睛，不要害怕失眠。在睡眠的时候跟黑暗的时刻，其实都是你跟你灵魂最接近、最清澈的时刻。所以切断那些纷扰的杂讯，然后一起优雅的登出。希望你们今天都能在清澈的意志中安然入梦。那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我们在每个礼拜5的晚上8点都会跟着很多地球玩家们陪伴着你，在这个地球享受你的人生。那我们就下集见咯，大家拜拜，拜拜。Hello， 所有在聆听 Podcast 的听众，接下来月要来跟大家分享淼淼能量疗愈学院在今年2026年一整年的活动有哪一些。因为目前我们的活动都陆陆续续被规划出来了，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你就可以去感受看看有哪些课程、疗愈项目、体验，还有旅修，国外的旅修是适合你们的。在今年我有一个很大的愿景，就是我希望把更多的台湾人带到国外，聚集更多的台湾人也好，华人在身心灵的圈子都有一颗灵魂可以被安放的地方。第一个活动会是在今年4月的20号到26号，我会在尼泊尔办一个颂钵身心灵 retreat， 除了结合我们的阿育吠陀饮食，也会结合颂钵的证照书，然后我会带大家采能量点，一个完整的1周的活动，让大家在这个空间感受到喜马拉雅山谷身心灵带给你的疗愈。下一个活动呢会是在5月的时候，5月我回台湾后会从5月2号一路上课到5月31号，今年上半年唯一的台湾工作坊课程全部集中在5月跟大家一起见面。我会在5月2号的时候在北部开一个灵性落地跟神经系统重建工作坊，这个活动呢适合给那一些还对自己不够了解跟对于感知能力还有点模糊的人来参加。我会重启你的神经系统，对于连接高我会有很大的帮助。5月3号的时候我们会办一个女性主权跟身体疗愈的工作坊，会是一整天的。在这一天我们会教大家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跟结合昆达里尼的疗法来帮助大家唤起我们女性的力量。5月9号10号呢我会办初阶跟进阶的脉轮课，会是在中部。9号的时候会是教1到7脉轮，10号的时候会教8到12脉轮。大家敲完很久的脉轮课即将要在这2天跟大家见面了。那在5月11、12号我也会在中部办金钱灵气课。5月15号会办一个爬山进山跟萨满疗愈的仪式，我会带大家去爬一座山，去进那里的山，然后在那里去连接原住民当地的萨满仪式跟能量。5月16、17号是我们接下来办的最大型的活动，会是2天1夜的露营深度疗愈之旅。我们会设计2天完整的活动，然后帮助大家去体验水的疗愈，会在温泉或泳池，然后在泳池上冲击床垫体验水的音疗，然后也会设计不一样子的工作坊，然后让大家在这里可以真正交到跟你灵魂有共鸣的朋友。然后5月23号、24号我要开我的第1堂臼井灵气课，然后这次会在北部开，所以北部的同学们我终于要去台北开课了，你们可以再把时间留下来。但是臼井灵气课会有3个，1阶、2阶、3阶，分别用3个月进行，所有完整的资讯都在我们官网上。然后
5月29号会办与高我连结的课程，5月30、31号会是在北部办金钱灵气课。5月完之后，月就会飞到新加坡，我在6月3号、7号会在新加坡开课，然后6月8号到29号我就会往澳洲移动，我会在8号、14号的时候人在墨尔本，15号到21号在雪梨，22号到28号在 Brisbane 跟黄金海岸。所以如果你是在这里的听众，我们就会在这3个不同的地点跟大家见面跟开课。我会在7月的时候去欧洲，这一次除了带大家去尼泊尔之外，我还要带大家去美国的雪士达山。我们这次在8月的15号到24号会有一个10天在美国雪士达山的 retreat。 你对于这里有感受到深深的召唤的话，我们会在那里带大家去连接外星精灵，我会帮大家在那里连接我们的地球妈妈的子宫，然后重启你的灵魂蓝图，然后打开你的光体。所以在那10天会是一个很深度的疗愈之旅，这是目前确定会有的课程。谢谢你们听了这么的多，所有的详细资讯都会在我们的官网上，你可以在底下的资讯栏点选连结，你要的所有的内容跟报名管道、行程资讯细节都会在上面一目了然。所以我们就到时候见咯，大家拜拜。